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生，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着我们讲身处天僧战今天呢也继续说，地车金刚泥泥变如轮，鼠毛大天三间住寒林，于无被此苏人库会被，横尽杀身智者水逆经。这个颂文当中呢，就是讲这个外道的所供奉的这些天尊呢，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过患就是不应该就是供奉他们。如果我们就是信仰供养定礼这样呢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就是皈依佛以后呢，就是不能这个供奉这个邪道就外道之本事，也违反了这个皈依戒。如果非佛教徒的话呢，那么这些贵僧呢，就暂时也许是对你带来一些利益和帮助，但是究竟来讲呢，它既不能赐予基层当中的一切的这个快乐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增上生的这些快乐呢，就是也不能得，就人天福报，然后更不能呢就乃至生生世世最究竟的这个决定生，也就是说这个成为解脱的快乐呢，就是不能这个赐予。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再三这个观察这个思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通过他们的一些这个历史也好通过他们的一些故事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是完全都是这个利益众生者就是天生也好，供奉这些天生者的修行人的话呢，都对这个自他都不一定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比如说他这里说是这个第十天的话呢，就是他是个书里呢，就是持着这个摧毁敌军的这个金刚就是摧毁这个敌军的金刚。然后这个居里天子就居里天子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书里拉着这个利刃就是也是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对手呢，就是进行毁灭的一种武器就是拉住武器。还有这个偏入天的话呢，他也心里就始终都是对这个飞天等这个愿体呢有这个诚恳之心，因此呢就是书里也是持着这个锋利的这种论报就是报论就报论。然后这个冷肃就是冷肃，也就是说是这个卢面这个童子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书里这个持着短矛就是大天的话呢就是他也拉着这个三尖剑就是三尖剑，这些都是摧毁这个敌军的这种也是这个武器，并且呢就是大天党他们也是经常都就居住在这个这个石头林就是石头林。一般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贵僧的话呢，就是在石头林呢，就是供奉者也比较多的。然后呢，这种这个天僧呢，就是也经常就是享用这个血肉还有呢就是跟这个逝者的这个灵魂就是互相呢就是集聚在一起，就是做这个种种一些危害众生的事情就这样的这种天僧呢，就是规模呢就是相当这个多的。那么这些众生的话呢，应该说是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愚笨者翻译者就是翻覆这个愚本这个者，心里面呢就是没有就是对这个像大乘这个佛法一样的，就是一切众生就是有这个无缘的这种大悲心就是这样的这种心就是心里面也是没有的。这样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书里面也是持着不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兵器，就是以这个兵器呢，就是对自他的带来这个痛苦、危害、折磨
啊，就是对自他的就是带来就是痛苦。有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内部呢就是有发生这个内战，然后呢就是使用这个兵器，就是也会这个杀害。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这个飞天的一些这个故事啊，天人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这个鬼神的这个故事啊。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内战。有时候的话呢，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兵器呢，就是会这个杀害，就是很多的可怜这个众生。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这样的这个杀害、杀戮，或者说一些这个危害众生的这个手段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不应该值得这个接受的，更不应该呢，就是对这些面前就是值得供养啊、定力啊，就是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呢，他这里说啊，就是具有智慧的作为智者的话呢，谁会就是定力啊、恭敬啊。这些这个天神啊，世间的这些天神的话呢，他们自己也是在沉溺在轮回当中，就是没有找到就是自己明确的方向。这样的这个鬼神面前，如果我们就是经常这个皈依定力的话呢，就根本这个解决不了就是生死这个大的这种轮回。所以以前那个深创经呢，就是深创经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校正，就是门盆仁波切呢，就是也说了一切造数恐怖者，多数皈依善神力啊，就是一切造数恐怖者，多数皈依善神力，一解殿堂与僧俗啊，这让并非正义处啊，就是应该是在军规教育人当中吧，就是大多数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遇到这个恐怖者的话呢，有些呢就是到这个一些这个地方庙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地神啊、天神啊这个一些鬼神面前去这个皈依。有些呢就是躲到这个山林里、森林当中，就这样去的。其实这并不是究竟的这个皈依啊，究竟的这个定力处呢，就是绝对是不是的。应该是究竟的定力处呢，就是唯一的。啊，就是我等大师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主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话呢，这就是指这个无谬的这种这个皈依对境啊，就皈依对境。因此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自己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话也好，平时在日常生活里面呢，遇到了一些这个恐怖啊、危害以及这个病魔缠绕等等各种不顺心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内心当中首先应该就是皈依这个佛陀啊，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和金刚上师诸佛菩萨，用你的这个无缘的这种智慧和无边的这种能力来加持我、疏忽我，让我无论这个遇到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价值，应该从内心当中皈依这些这个具有无量无边功德的这个神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实践人呢，真的有时候啊。就很多地方啊，尤其偏僻的地方的话呢，他分不出来就是佛和圣，就不要说是一些实践的一些民间的这些老百姓啊，甚至有些大法师的话呢，在这个讲经说法也好，就是平时这个代利众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也许是真的是这个菩萨的这种形象啊，我们凡夫人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揣测，就是也有不可思议的一些秘密。但一般来讲的话呢，佛经当中已经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该皈依的时候呢，应该皈依。该祈祷的时候应该祈祷，而不应该祈祷的地方呢，如果我们全部就是混淆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对弟子的相续是不一定这个有利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啊，国语的这个随身时间也是没有多大的必要。时间上的话呢，就是大家都是大团结起来，外道和内道呢，就是应该是一家人，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可以说。可是。出实践的一些佛法的话呢，就是它有它的一些不共的这个修行方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应该选择啊，就是出实践的有些这个修行方法，就是这是很重要。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佛陀呢，就是不像这个跟前面所讲的那些实践这个鬼神啊，不持三间也我贪坏女，不风论短毛逆之人，解脱烦恼智者亲利他，世间贵处大现我贵矣。啊，下面呢，就是与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内容是完全是相反的。我等这个诸佛之护主就诸众生之护主，就是佛陀的话呢，就完全与之这个不同的。他呢，就是不像就是前面像那个大天那样，就是赐之这个三件剑呢，就是既没有这个以嗔恨的标志，就是赐之三件剑，也没有呢，就是以贪心呢，就是
什么这个怀抱这个女人啊，就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呢，就是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佛陀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边入天那样的，就是这个拉着这个锋利的暴论啊，就是这样也没有的。然后佛陀呢，也没有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楞树那样的，就是持之短矛，这样也是没有的。然后拘泥就是天子一样的，就是说你拉着这个泥人呢，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兵器呢，就是决定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就是而成为是三界道士呢？这个原因呢，佛陀是已经断除了就是一切的这种实践当中的贪心、嗔心、痴心为主的84000就是烦恼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脱离了。这样脱离的话呢，那么就是不需要就是用这个实践的这些武器来互相这个大战啊。我们实践人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呢，真正是离开了这种贪嗔的妄的话呢，那就不需要就是疏忽，每天都是需要这个保护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人。以前那个应该是那个本宫家吧，他在家的时候呢，就是拉着在家的时候呢，拉着就是披戴着很多这个长刀，就是但出了家以后呢，就是一个刀也是不需要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佛陀呢，并没有这个次子呢，就是这些这个兵器，但是呢，就是自相续已经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就是永远呢就是断除了这些戒就像这个随念三宝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永断诸戒，脱离热闹。就永断诸戒，脱离热闹，解脱爱染，什么这个越种扑牛，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贪嗔痴烦恼的这个戒啊，还有一些这个所知障啊，以及呢就是爱染啊，这些这个烦恼生死轮回的扑牛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远离了。这样远离的话呢，那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根本就是不需要就是次之这些这个实践的这个武器啊，始终呢就是这样的这个智者啊。也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常然如意义的利益众生就佛陀的这个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所行所为的话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话呢，我们实践的任何一个众生呢，如果你去这个祈求他的话，那就是他会保护你的。我们实践人的恐怕不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今天来这个求这个保护，求保护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他可能要就是分很多的这个层次就值不值得保护他，就是要这个分很多的这种这个层次。可是这个我们的大乘佛法和佛教的话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呢，只要是这个遇到一些苦难、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不救的。因此呢，实际上是最大的平等和最大的和平呢，就是在佛教的教育当中是有的因为其他的一些和平的话呢，暂时的一种这个身体的和平或者说暂时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和平，但是这样的这个和平呢，没有牵涉到其他的这个动物界，乃至呢就是整个这个未来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让我们这样的这个利他性的范围呢，唯一在这个佛教当中是有的。因此，我们应该就是想我们为什么是经常呢，就是让他们这个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话呢，的确也并不是像是我们扩大自己的这个势力如果学佛法的越来越多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佛教徒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做战争的时候，我们得胜我们不是这个目的。我们的目的呢，因为佛教是对每一个众生哪怕是甚至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个旁生以上的话呢，佛教的教义呢，对他来讲是生生世世都是有利的。因此，这样有利的这种这个甘露妙法的话呢，每一个人呢，就是每一个众生呢，得到的话呢，就是多么好就我们如果有一个很善良的心的话呢，每一个人会这样这个想的。为什么我们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皈依的话呢，心里头很舒服我们有些人呢很辛苦的话呢，不要紧的，就只要是有一个人好好的皈依佛，然后他皈依佛以后按照这个佛陀的教义去做的话呢，他会帮助所有的这个众生这样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是皈依佛法的利益众生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呢，整个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战乱所有的一些害众生的这种行为就全部都会平息下来。这样以后就是这个世界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安宁的。而且这样的行为呢，并不是今生当中就短短的一个今生的几十年，而这样的行为呢，就是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就可以流传到这个百世。所以这种这个佛教的精神，也就是说是佛教的这个思想呢，现在的任何一个
学说也好，这个思想当中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体现的。为什么呢？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思想学说呢，就是一些凡夫人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到就是任何一个目标，然后呢，他就开始这个故意这个就这个创造或者是这个发明的。在这样的这个发明，暂时看来呢，好像是就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让人们呢，就是可以就是吸引着的。可是你这样在就近的这个观察他、接近他的话呢，最终呢也会体现出就是某一个人的就是自己的目的啊，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政权，就是也最终的话呢，就是得不到所有众生的这个利益。因此呢，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可以这么这个说啊，就是一切这个众者的话呢，破除这个无明就是一切众者在观众中法门就是破除无明，就是这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因为佛陀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为了不同的人众生得到利益呢，就是宣说了不同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些法门的话呢，并不是说就是害任何一个众生，全是帮助众生和利益众生。除了利益众生以外呢，佛陀的这个教义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别的了，暂时和就近利益的，就是这样的这种法呢，我们就是谁得到呢，应该就是高兴；自己得到呢，自己也应该就是我今生当中呢，就是遇到这么一个好的这个法门呢，这就是我的福报，就应该这样想。如果是其他众生得到的话呢，我们也这个随喜，因为他是皈依了佛门，他已经学了这个佛的话呢，那肯定是以后对他的今生来世都有帮助的，这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是现在就是有些世间人说的那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自己的这方面的势力越来越扩大的话，那我们这边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的势力越来越扩大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这种这个武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力量呢，就是消灭对方，就是摧毁敌军，就是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意念。因此呢，我们应该明白，就是佛教的就是最殊胜性。因为在这里的话呢，通过这个外道这个所供奉的这种天神也好，外道徒的这种目标或者是心和行为来这个比较，就是佛教当中呢，就是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这个利他，而其他的这个外教当中的话呢，暂时性呢，就是帮助别人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提倡的有些宗教的话呢，他也就是在外面做一些慈善建医院或者是帮助一部分众生这样的有。但是他另一个行为的话呢，开始这个杀牦牛就是杀害其他的众生还有一些无辜的这个百姓呢，也是遭受这个痛苦凡是不随顺我的这种宗派的人呢，就是进行摧毁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佛教呢，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不能这个随顺我的话呢，我哪怕是我的这个身体也是布施给你。这样的这种非常伟大的这种这个精神也好，思想也好，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确是没有的。这也并不是说是我们这个孩子就是沾他就是父亲一样，就是不是偏袒于那一方的，而是真正是从他的这个教育上呢，我们反反复复的思维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五花八门，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有这么多的宗教，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学说，这里面是哪一个不是为自私自利的这个分别念就是造成的？而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教义，如果我们真正是通达的话呢，每一个人来讲是有理还是无理，就是你站在就是非常公平、非常正直的立场上呢，就是可以这个发言。最后呢，也得出的这个结论呢，的确是佛法呢，是非常的这个伟大，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就像是如意宝珠一样，就是非常的这个这种这个难得。你们都不感动，我自己感动是吧？下面说大天虽爱无知，其害其便如国雄，作非速灭秦，目视人如恶马，什么恶马杀飞天，挟持贪觉而复无少过。他这里说，世间的这个，就是这个大自在天的话呢，就是他随着他的贪爱染，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人们面前也是显露这个各种这个无有羞耻的一些这个行为然后呢，就是取自己的这个恶马对吧，当就是一些具有这个嗔恨当害心的一些这个女人，然后呢，这个边如天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也是相当的这个可怕。
过分的这个凶恶，就是残暴，然后呢，通过他的不良的这个行为和一些这个无慈悲的手段来杀害，就是满蒙就满蒙这个当就是敌人，就是当就是杀害，还有这个就拘泥天子就拘泥天子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更凶恶的。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这个行为，他也是杀害，就是自己的就是对方就是当就是有很多就是非法和就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这些行为呢，就是在今世来世的话呢，都没有这个任何实在的这个意义，就是毫无这个意义的。然后这个楞术呢，就是前面也讲过，就是他呢，就是也以这个嗔恨心的引发下呢，就是杀害了自己的这个九种当，就是就是自九种当，就是杀害就是亲人，还有呢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天女就是比如说这个梵天母地释母还有这个大自在母就是有八大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八母，就是叫做是八大就是天女。那么他们的话呢，也是表面上看呢，就是很慈悲的、可爱的、美丽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心很残暴，就是然后杀害了就是很多的众生，尤其是在到这个石头林呢，就经常就是喝人血吃人肉以及呢就是做很多就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然后还有这个恶马天女恶马天女的话呢，她也是以这个就是嗔恨心和嫉妒心的这种这个趋势下呢就是杀害了就是飞天就是飞天当就是当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马海飞天吧，就是他杀害的叫做是马海飞天。然后还有就所谓的这个蝎子，就是蝎子的话呢叫那个香比天，就是香比天呢，就是有一个天尊呢，就是他的这个面容呢，就是全部是大象的面一样的就是这个是在印度供奉都非常多的，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请一些那个什么那个檀香的这个佛像，就是然后我们到很多店里面去，就是那个香比天的话呢特别多，就是现在这里所谓的蝎子是指的是香比天。那种这个香呢，就是在外面就是供奉，尤其是在印度，就是供奉香比天的人特别多的。那么香比天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就经常的是就是贪酒就是贪酒等这样以上的这个，有些呢就是以嗔恨心呢杀害众生，有些呢以贪心呢就是对方呢就是也是抢夺就是财产女人等，有些呢就是贪着这个酒以及这个美食等，就各种这个行为的话呢，都是没有离开自私自利的心，行为也是非常这个。不如理不如法的就这样的，在这样的面前，其实这些世间的鬼神也好，天尊也好，他们呢，如果用智慧来好好寻找的时候，没有一个就是不具足过失的，都具足就是一些这个过失的。而佛陀的话呢，就是绝对不会有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个过失。那么我们有一些人也可能像世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供奉的有些这个护法神就是有时这个供酒就这种现象呢，就是是不是也是不如法，就是也是跟那个佛法相违呢？就这个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密宗里面也有解释的，然后仙宗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解释方法。比如说莲花生大师当时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很多的这个贵神呢，就是原来是吃肉的，原来是喝酒的，就是非常的有这个恶习。然后恶习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相父就是让他们呢，就是不能这个危害众生，就是一定要这个发誓。发誓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行为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不能改变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念师等很多高僧大德们呢也这个说了，说是你这个从此以后呢，借你的这个维护这个佛教，然后呢就是不能这个杀害众生。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信则呢，就是原来你的这个生活习俗呢，就是可以不变，就是你喜欢酒的话呢，我们也这个可以供奉这个酒这样的这个承诺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就是也有我们这个供奉就是包括现在这个汉地也是像那个就是一些这个关公就这些在南方那一带的话呢，就是供入供酒就是有各种这个情况，就是当然有些是民间的，就是有些的话呢，的确也是世间的有些贵神呢，他所有的就像我们世间的有些居士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全部让他像出家人一样的话呢，就是他暂时没有到达这种境界。后来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我们世间呢，就是对过失不是很大的呢，就是经常的是满足你，就是像供奉一些这个需要的这种不害众生的一些供品的话呢，我们可以供养你，但是你呢，就是一个条件，必须要就是维护佛教，维护呢就是这个高僧大德，还有呢
就是不能这个杀害，就是互相的是，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共同签订的这个协议一样，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试验，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试验。除了这个以外，真正是以自相续以贪嗔，而这个外道的很多天尊呢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在这个高僧大德面前承诺的，而是他自己的相续呢，真的是被这个贪心也好、嗔心也好所这个转着的，就非常可怜的一些贵僧。我们对这些贵僧呢，经常这个供养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所以这个跟这个不同的呢，就是佛陀呢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过失啊。佛陀在这个《天文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何人无过失，何人不识念。何人无过失，何人不识念？什么诸功德成就唯有佛一人，就是诸功德成就唯有佛一人。那么佛陀的话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过失，失去正念呢，失去信念呢，这种情况都是没有的。我们世间的人的话呢，我本来想得清清楚楚，忘了不知道想不起来，就经常有这样。佛陀就没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过失，丧失正念呢，就这样的也没有。所有的这个功德的话，悲心也好，利他的心也好，实际上当中最珍贵的这些性和智慧啊、心性呢，全部都就是就具足就具足，就所以唯一的这个量师傅呢，就是这个佛陀。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佛陀根本不会有就是任何的上面所讲到的一些这个贪嗔痴所转的一些这个行为也是没有的。然后佛陀的这个佛教徒呢，如果如理如是能行走的话呢，自相续当中呢，就是能增上贪嗔痴的也是没有的。现在有些人对这个佛法就并不是了解，密宗也并不是很了解，认为呢是不是藏传佛教当中或者是哪一个宗派当中呢，能升起贪嗔痴的一些教义，就这个是绝对是没有的。我们的在这里就是就闻思那么多年，就根本就是找不到一句是让这个增上贪嗔痴的这个语言。只不过有些行者呢，就是他没有达到这个教义的话呢，那就另当别论。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来这个了解。于外非亲，外道非我缘，彼等欲行也非限量见。耳闻言行各自之差异，心福功德超群我一致。他这里呢，就是说你这样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赞叹佛陀，反反复复的就是说这个外道的这些天尊呢，就是不如法。那是不是一个偏袒的心呢？就是这样说的呢？就是绝对不是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很明确的就表了，就是他说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有慧，就是出有慧是佛陀的意思，就是有慧就是有具足六个功的坏，这个四魔的，就是什么这个六有四坏的坏四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佛陀呢，并不是我的这个亲人就我的这个舅舅也好，哥哥也好，我的这个就是哥们儿也好，不是我的这个亲人，就是不是我的这个亲人。而这个外道徒就是外道的什么这个丹皇派也好，还有这个孙氏外道的僧人外道，这些呢就是并不是我的这个愿地。对于作者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呢，就是也并不是就是像这个特意的，就是值得赞叹，就是不是他的亲人，而外道不是这个他的敌人。而且他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佛陀呢，因为做了一个好事，就是所以他就以这个好事来就是说，而其他的人呢做了一件坏事，以其他的一个行为。现在实践人呢，就一个行为呢，就是判断这是好人或者是坏人，就是也并不是这样。其他他就见到了一个行为，就是或者是两个行为呢，就判断的也并不是这样，也没有限量，就是见到了这个外道也好，佛陀也好，就是其他的有些这个行为。那么你为什么是这样判断呢？我判断是有这个道理的。我通过呢就是文思通过这个文思呢就是这个佛教和外教的这个教义就是佛陀的这个教义呢，就是毗拉耶经也好，大小乘的这些经典当中呢，就讲得清清楚楚，就是佛陀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现在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有这个记载的。然后佛陀的这个行为呢，无论是他发心也好，成佛也好，最后这个乃至涅槃以后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的话呢，就是在这些经典当中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而外道的这个言行举止的话呢，也是他们的古典当中呢，就是也讲得很清楚的。这样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教义呢，就是认认真真的，从现在的课文来说是研究就是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分析
分析之后呢，就是最后知道啊，在这个三界当中的话呢，唯一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才能是真正的这个利他者。就真正的就是具有这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功德者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超胜一切。为什么我们有些白莲花经为主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功德不可思，佛法功德不可思，神宗功德不可思，身心不可思议之获得不可思功德吧，是吧？这样的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真正是他这个具有就是这样的这个功德，而且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建立在真理上。佛陀的这种所讲的神义谛也好，世俗谛也好，所有的这些利他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符合于这个真理。这样的真理呢，哪怕是过了多少年、几千年、几万年的话呢，不会只是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随着呢就是这个王朝的这个统治不同呢，而且改变，就是不会这样的。因为这个利他的心的话呢，无论是人类还是任何一个众生呢，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和这个行为。因此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观察之后呢，最后就是这个作者呢，就是完全就是明白到，就是我并不是原来呢，因为这个外道呢，是我的这个怨敌，就是经常排斥他，而这个佛陀呢，就是因为是我的这个亲人，所以我就赞叹他。不像世间人世间人的话呢，自己的这个亲人朋友这方面是没有过失，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尽力的赞叹他的功德。然后一些敌人的话呢，就是没有过失的话呢，就是要说他的过失，就是包括我们有些世间人也是，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自己看不惯那个人的话呢，就是他没有犯什么戒律呢，就要说这个人是如何。然后对自己关系比较好的话呢，就是非常坏的人，但是呢这个人很好你不知道不过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是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人就这么说就是因为有这个自他偏袒的这种贪嗔，所以不公正，而这个作者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就绝对不是这样。从功德方面呢，也这样分析的。然后说这个山师非复外道非我敌，如来为于我财，外为于女，就是外为女。然复世尊所谓然复世尊所谓利众生无垢除业，且垢除一切然我成心。他这里还进一步的说，这个三世这个佛陀三世佛陀的话呢，并不是我的这个父亲并不是我的这个兄弟并不是我的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关系好的人，就是我赞叹的这个目的呢，不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外道就是一切这个俗人外道或者是这个孙氏外道等这些外道的话呢，并不是我的这个有这个仇恨的这种怨恨的敌人就怨恨的敌人。而佛陀呢，就是并不是赐予呢给我这个一些地位财产以及这个权利或者是这个妻子儿女等等，就是不是这样的。而外道呢就是并没有就是抢夺我的这个财产地位权势就并没有这样的。如果是有这样的话呢，我们都可能是因为别人已经抢了我的财产抢了我的地位，所以我就建议就是依着这个全力以赴的就是说他的这个过失。而自方呢，就是如果给我有一些地位，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的就是对我就是有一些恩的对我有一些这个就好处的话呢，我就会赞叹，就是可以这样的。但是绝对是没有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对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观待的，不可能呢对这个作者呢就是给一些就是不同的这个财富就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最佩服的最就感动人的呢，就是佛陀呢就是在教言当中唯一的就是说的是利益众生就是他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就是这个利他的这个心，利他的心的话呢，我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对每个众生来讲是不可这个缺少的。佛陀的一句一言，任何一个行为的话呢，没有一个离开利他的好像我们以前升天论师也是说过吧，就是诸佛所动作都非无因缘就是佛陀的所有的这种行为也好，说话也好，动作也好，没有一个没有这个因缘的。来自出入息也为利有情，是吧？来自这个他的这个呼吸也好，来自任何一句语言的话呢，都是利益众生，有目的的。不像我们凡夫人的话呢，他说了就是很多话，就是中间也有可能大多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自己的，就这种成分。而佛陀呢，
自始至终所说的全部是这个利益众生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佛陀是唯一的在这个实践当中是利益众生的。佛陀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个人，比如说妄语啊，就是说一些离间语啊，说一些这个恶语啊，就这种现象是绝对是没有的。他的这种金刚语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清净的，对众生是这个有利的。因此的话呢，就是他这里也说，就是我对这个佛陀的教法的话呢，从这个心堪圣主当中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起信心的。为什么是赞叹这个佛陀呢？因为对这个外道的这种行为和外道的这种这个语言，以及这个佛陀的教义两个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对佛这个起信心。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道友的话呢，真的有时候是这个占卜文啊，就这样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社会是非常的复杂啊，就是现在这里有就是特别混乱的一些这个思想啊，还有一些错综复杂的，就是各种这个学说和教派，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自己根本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无理运理。这个人说一个啊，就是可能是对的，就是他说的是很有道理；而那个人说一个，有很多的这个外道的话呢，就是表面上听起来的是似是而非的，非常这个吸引人的一些这个地方，让我们自己头脑也比较简单，自己呢就是对这个佛陀和教法呢没有升起真正的坚定不移的信心者的话呢，随时都是会变成这个墙上芦苇一样的，就是随风飘动。这样以后的话呢，终究就是会这个涉及佛法，就是有这个危险性，就是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像作者一样，就是并不是因为是我们佛教徒，我们一定要赞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的确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有真理的话呢，我们这个一直真理，但是呢，就是佛陀以外的话呢，任何一个这种这个教育也好，就是他的这个思想都是没有只是多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都从今年开始呢，就是像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学会当中啊，就过一段时间方便的时候也要就是说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孩子啊，就是没有好好的这个教育，就是虽然就是让他们上学啊，就是有时候是学一点佛，但是以后的话呢，我像是要求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把这些孩子星期六啊、星期天啊，就是组织起来，就是一定要就是看一些这个佛的一些赞叹的，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些这个佛的赞颂文呢，从小都是有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心里面就是有一种这个欢喜心，就是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大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对佛教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是有利的。很多出家人都想，哎呀，我有个孩子多好啊，参加这个学校。不会啊。上面说那个，因为你们有些出家人就是特别就听着就这没有什么听的，你们我是真的在家这样讲的。恒喜利他常时利，群生苦难重重，尤其利安乐。如障如数障物东彻诸说者，无以论彼先人我诚心我之心。他这里说，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始终都从这个发心到来至成佛之间呢，就是欢喜这个利益众生，不仅仅是我们世间人一样，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欢喜心，但行为上呢，就是根本不做，不是这样的。始终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这个六度这个四摄为主的，就是利益众生就饶益就是天下无边的这个一切众生，而且实践当中就是看到就是苦难重重的这些众生的话呢，让这个通过各种方法来。让这些众生呢暂时解除就是人性的痛苦，最终呢就是获得这个就是圆满的这个解脱就这是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行为，也是他的这个大慈大悲心的这个力量，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个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无所不知的就像书章当中呢，就是具足眼目罗格的话呢，就是那就一目了然一样的，所有的这个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了如指掌就这样的具有这个无边智慧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完全断除就是自私自利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在我们实践当中是的确也是没有的。正因为是这样呢，月生菩萨也是说了，说是这个具智慧世尊一切生于业，无有为自利为心利他
就是无有为自你，唯心利他众，就这样的一个这个赞颂文呐。因为实践当中呢，唯一的这个佛陀世尊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身和意呢，全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全部呢就是端出了自私自利的这个心，而且呢就是完全就是通达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理。所以为什么说是我们这个佛教是最好呢？佛陀所通达的一切的这种法的这个真理呢，世俗的真理和深义的真理呢，全部都已经通完了。这样的道理呢，有千千万万的众生没有就是开悟的时候呢，佛陀也通过各种方式来让他们就是获得这种这个开悟。这样一来的话呢，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会永远的就是逃离就这样的这个苦海，就是这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究竟目标。就是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是最终的这种希求目标的话呢，应该要就是向到就是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究竟的这种果位，就是这就是。因为是一个是这个利益一切众生，一个呢就是通达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这是佛陀的这个不共的这个特征什么龙蒙菩萨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瞿昙大圣主怜悯所证法就瞿昙大圣主怜悯所证法悉断一切见，我今记述你。就是说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乔达摩，就是或者是佛陀佛陀的话呢，就是实践当中的大圣主、大圣人。那么他呢，就是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怜悯一切众生，一个呢让通达一切万法的真相，就是宣说就是这个正法就是宣说正法，还有呢就是断除一切邪知邪见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佛陀面前的话呢，就是实践就是当中无与伦比的，就是大师龙蒙菩萨，他也是就是三门恭敬顶礼的，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应该要反反复复的，就是念诵这个偈颂就是像这个实践的，就是大护主佛陀面前呢，就是我们经常这样赞叹顶礼的话呢，自相续当中也是佛陀的有些悲心智慧力量就是会可以这个出现的。因为人的这种分别心呢，可以随着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真理就是转的，就是这是真理。如果是它是非真理的话呢，就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心的真相就是不符合心的真相。因此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说这样的无与伦比的大圣者的话呢，就是作者呢，就是我也是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就像定解报道论里面想象一样的，就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就很重要的。下面讲那个占卜的这个功德就是功德是这样的诚心信奉或欢喜，怀疑亦或故叹勉，或者作礼能者望得彼得天界圆满乐。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诚挚的对这个佛陀的这个信心也好，或者呢虽然不是内心当中就是不退转的这种信心，但是呢依靠这个其他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自己看到一些佛像心里面就是升起叔叔的这种欢喜心也好，还有呢就虽然没有这个从内心当中升起欢喜心，但依靠其他的不同的一些这个原因呢对这个佛陀就是升起一种怀疑心这样供养的话呢，应该很好吧？不太很好吧？到底有没有功德？可能有吧，可能没有吧？这样的一种怀疑心也好，或者呢，自己的是并不是特别愿意，就是像这个供佛念佛的，但是呢，因为朋友们呢，就是都这个已经这个供佛了，就是大家呢都在这个念佛就自己不好意思，就是在佛像面前就是顶礼。原来我看到有一个领导，他平时特别恨，就是对这个佛法一点都不就是不恭敬，就是口口声声都是对这个佛呢就是不恭敬，就是有诽谤的。有一次呢，就是跟他的上一层的领导呢一起到我们这个佛学院，就是然后到那个大经堂里面去，经堂里面的这个佛像呢，就是那个大领导呢就是很信佛教的，他就合掌就是一直这个就是顶礼，就是顶礼的时候，刚才那个特别恶的那个人的话呢，他东看西看，就是所有的人在那边顶礼，他一个人站着的话呢，他也不好意思，也是这样，就特别不愿意的一种这个作力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这是顾他面，就是不愿意的情况下，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的，自己的是
不愿意，但是呢，就是顾别人的面子啊，就给我面子嘛，你可以供佛啊，你可以供。有些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有这个供养这个佛陀或者是顶礼佛陀的。但不管是怎么样呢，因为佛陀呢，就是的确是这个任何一个众生，就是见闻接触都是这个功德的这个佛田呐，就是功德的佛田。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会得利的啊，就是可以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的。以前在那个阿含经里面也讲了这个念佛的，就是5种这个功德。就是第一个功德呢，就是我们精神当中这样刻图念佛的话呢，就是这个身体端正啊，就是庄严这个身相。然后第二个功德呢，就是声音就是好听啊，就是声音好听。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始终都是具足这个财宝，就是钱包里面钱多多有。然后第四个功德的话呢，就转生到一些这个富贵家，就是贵族之家。第5个功德呢，就是转生于天界当中去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念佛的这种功德呢，就是真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见闻佛也好，什么的，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态，哪怕是你以嗔恨的眼光，或者是以这个蔑视的这种心呢，就是就注视着这个佛像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无量的功德。《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见闻供养必当佛，也增无量福德具无量大福具。就是见到也好，听到也好，顶礼也好，供养也好，凡是佛陀这个作为功德的对境呢，然后你去这个就是作礼啊，就是供养的话呢，那就是会这个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和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平时有些人呢，就是虽然不是很这个信佛教的，但是呢，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法会啊，就是看看一些佛像啊，那这样的话真的功德很大。就是我们的有时候去啊，就是一些女友圣地的时候呢，那你有这个成千上万的人，我都心里面想，哎呀，在这里面有一个佛像的话，那就是多好啊！就是他有一些就是什么样的心态都可能看一看。但是呢，就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对他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以前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长者啊，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呢，就是嫉妒心比较强的。然后这个长者呢，就是又经常就是到外面去，就是供养佛，就是他去这个佛那里去听法。然后那个妻子呢，就是就有点不放心，就是觉得是这个她的丈夫每天都是出去，可能有一些问题吧，就是。然后有一天问那个你天天出去干嘛啊？就是你每天都不在家，就是为什么天天出去？然后他说是我这个到那边去，就是见那个释迦牟尼佛去了。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是非常漂亮，很好看呢？就是因为他觉得是经常去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好看才可以去的。后来那个他说呢，就是也是很庄严的，但是意义非常大。后来他说，那个妻子呢，就是说是我也跟你一起去。就是当他们去的时候呢，就佛陀已经这个安住在就是众多的这个眷属当中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人特别的多，就是佛陀正在说法。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呢，就是只有远远的这个站着，远远的站着的时候呢，就是他妻子也是当见到佛陀的这种庄严圣像的时候，也升起了无比的这个信心。但是他们呢，就没办法就是到这个跟前去，就是只是远远的，就是顶礼这个佛陀，就是然后就回去了。那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他这个离开世间呢，因为就是当时就是在远方呢，就是对这个佛一个作礼的功德啊，就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后来呢，就是他变成天子的时候，用天眼通来观察自己的前世，然后他又来到了这个佛面前，就是听法，就是最后都是获得这个出国的一些公案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是有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只要这个顶礼佛的话，那就是功德非常大。就是讲那个念佛的功德，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也就是说现在世间人呢，就是有些人认为就是也是佛的化身的话，那就是这方面需要值得分析的意思。相传古稀便如天，闻是生老病死转，为救众人发身心，慈悲亲生释迦作，名曰趣谈于人间，得以成佛乃传言。烦恼纯人有愚者不知大事，心绕矣。
他这里说，这个一般就是外道的一些这个古典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啊，就很早以前呢，就是边入天呢，就是边入天呢，就是有10种这个化身，就是那么其中的一个呢，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边入天看到了，就是世间的这个人们呢，就是具有这个生老死病的这个痛苦，随着这个生老死病而转。让看见他们的这样的情形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边入天呢，就是生起了极大的这种悲心，为了救护这些可怜的这个生老死病所转的众生呢，就是而他发了就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心，然后呢，以慈悲的这种力量呢，就是降生到这个释迦族当中，最后啊，就是在时间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乔达摩，也就是说呢，是这个瞿昙童子啊，就瞿昙童子以这个身份呢，就是通过精进修持，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印度啊，就是获得了这个成佛，就是他们呢，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按照作者的观点呢，认为这是一种这个传说。为什么说是传说呢？因为不符合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边入天的整个这个历史啊，从头到尾啊，就是全部都里面呢，就是讲了很多杀害众生啊，然后呢，就是作战啊，还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是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是这个作者一看的话呢，应该是外道的故事当中是有的。但是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此呢，现在世间的这些愚蠢的人呢，愚蠢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就因为自己啊，就是被这个无明愚痴所覆盖，自己呢就是根本不知道一些这个佛教的真实的这个历史。这样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边入天呢，就是经常是杀害众生的，经常以嗔恨的趋势下而这个做种种的一些不如理之事。而佛陀的话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发心一直到这个成佛，尤其是在他这个基身当中的所有的12相体现的时候呢，根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害众生的一些这个行为啊。我们按照那个《宝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有这个12相，就是首先是从这个度岁天呢，就是来到这个人间啊，就是来到这个人间，然后的话呢，就是进行这个入胎之后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宁比尼花园，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就降生啊，就是降生，然后降生以后呢，就是他这个学这个工巧，就是12个当中的话呢，就是学工巧以及就是这个童子嬉戏之后呢，就是享用这个废群啊，就是享用废群，然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升起出离心，就实现这个出家啊，就是出家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开始这个6年当中就是进行这个苦行以后，就是到印度金刚座，就是降伏这个魔具呢，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证悟以后就是转法轮实现涅槃。所有的这12相里面的话呢，就根本不会有这个刚才前面所讲的边入天的这种这个杀害众生啊，就是与他众这个作战啊，以及呢就是这个不如法的，就是各种这个行为呢，就是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是不符合这个历史啊。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宗教的话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这种注释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呢，就是合在一起啊。这样的时候，后面的很多信徒呢，也的确是认为是真的啊，就是那释迦牟尼佛跟外道的什么就是本事呢，就是肯定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到一些外道的这个殿堂里的时候呢，就是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拜啊。当然是我们这个中国人们都是需要就是和平和团结啊，然后各宗教呢就是互相这个理解的这种宽容啊、圆融啊，以这样的一种实践理念的情况下的话呢，你对所有的这种神仙也好、天尊也好，就是恭敬啊、尊重啊，就是这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但是你真正是从内心当中呢，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话呢，那就说明你对这个佛教呢就是一窍不通的啊。就是昨天有些人都给我问啊，是某某上师呢，就是到外道的这个天堂，什么殿堂里面去呢，就是坐立，就是他呢就是想不通，就是怎么办？
我说就是，也许的话呢，就是这些是真正的这个上师的话呢，他会有这个度化众生啊，或者是摄受这些外道的，可能有这个殊胜的这个密意。但是他自身呢，就是应该会分得这个清楚，因为他们的这个祖师呢，就是公元多少年的时候呢，来到这个人间，然后从他的这个教义就是开始到这个现在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就是有多少的这个血债，有多少的这个杀害众生。那么每一天的这个杀害众生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利益众生的这个教义啊，就是不是相违？就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清楚的。就是所以说啊，我们在座的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以后啊就真的要这个注意，不注意的话呢，我们听一些上师的这个教言，有些上师呢在世界上也是很有这个名声啊、威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重要，就是这个不重要，应该是真理很重要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自己乃至生生世世呢，就是不要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的因啊，就这个不要造啊，造的话呢，对弟子也不好，对个人也不好。我们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团结，为了一些这个人们的这个赞叹啊、恭敬啊、供养啊这样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佛教的教义全部抛之脑后，然后随顺别人的话呢，那合不合理啊？就是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外道的话呢，就是有些是要这个提倡战争，提倡战争的话呢，那我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出家人啊，那出家人的话呢，我为了这个随顺外道的话呢，就是我也是就是在这个带上这个长刀啊，就是然后呢就是拉着一个短枪啊，就是然后跟着他们跑的话呢，那合不合理啊？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有时候呢，我们要随顺，就是在有些这个关键的问题上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这个随顺，就是对家里的人也好，对亲朋好友也好，应该自己要看看。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呢，就是学的比较杂，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方向，所以没有讲到这样的这个论点的话呢，自己认为是自己一个很亲近的这个佛教徒，但是呢，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自己也应该就是可以这个看看呐，就是自己的有些这个行为啊，就是应该就是要值得这个观察。所以呢，我们就是这部论点的最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把实践的这个身和佛呢，就是应该这个区分开来。当然，这个实践的身当中的话呢，也有很多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啊，就是化身。然后我们实践的一些这个外道当中的话呢，就是按照一些密宗的这个虚部啊，有些经论当中的话呢，也有诸佛菩萨的这个化现。但是我们呢，就是这个不认识的时候呢，你不用皈依他，就是这是佛经当中也是有很明确的这个记载。我们就经常是应该这个诸佛菩萨里面也有应该这个化现呐，因为有化现的原因呢，就是我要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外道徒也要去皈依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自己的是已经变成糊里糊涂了，就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希望大家也应该就是有些教理上呢，就是要学习啊，就是不学习的话呢，就是你尤其是要这个带一些这个徒弟的话呢，就是会不会误入歧途，就是这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因此，在这个作者非常这个出名，就他也是对这个外教，并不是说是完全要这个排斥因为是我们是佛教，你们是这个外道我们一定要就是抛弃你们了，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呢，自己要有一个这个标准线，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我是学这派的，你是学那一派的，不要借助，不要到我跟前来，不要借助我，不需要这样的。有些这个行为和一些这个发心方面呢，就是自己也应该经常这个观察思维。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ani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ara Badna Asadar Bandara Badna Sada Bandara Badna Sada